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令世人瞠目结舌的神秘预言：2026年中共亡，天下无主。这背后牵涉到贵州的藏字石和中国古代预言奇书《推背图》，甚至还扯出了一位美国牧师的意象。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线索，如今却交织成一幅惊心动魄的图景，指向同一个结局：习近平失去权力，中国共产党解体近在眼前。这到底是无稽之谈的巧合，还是上天早已写好的剧本？信不信由你。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深入探讨。故事要从中国西南的一块会说话的石头说起。时间回到21世纪初，2002年夏天，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一处幽深的峡谷里，村干部王国富正在为当地一次摄影活动清理景区杂草。突然，他在崖壁下发现一块巨大的断裂石块，上头似乎有些奇怪的纹路。他走近一看，顿时惊呆了。石头断面上天然排列着6个松松紧紧的大字，笔画匀称，有如人工雕刻，但细看之下，那分明就是6个汉字，依次写着中国共产党亡。没错，最后一个字就是亡。一块石头怎会刻着中国共产党亡这6个字？王国富一时间又惊又疑，消息不胫而走，村民们、县里、省里甚至北京的有关部门都闻讯关注起这块离奇的藏字石。有人不信邪，嘲笑说贵州人是不是穷疯了，编瞎话博眼球，好吸引游客来景区啊。面对质疑，当地政府也忐忑不安，这事太过蹊跷，如处理不当，后果难料。为释除疑虑，他们决定请专家来鉴定，看到底怎么回事。几个月后，地质学家们奔赴长布峡谷，展开了对这块藏字石的科学考察。结果一出，震惊了所有人。专家证实，这块巨石属于2亿7千万年前二叠纪时期的灰岩，在大约500年前从山崖上崩落，裂开成2半。断面上那些文字状的纹路，全是天然生成的方解石结晶，绝无人工雕刻的痕迹。这结论被立碑公示，写入学术报告。随后，贵州省地质局也派出官方鉴定小组复查，给出相同结论：石上字迹乃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不是人为刻写，属极罕见的地质现象。最后，中科院院士李廷栋等15位国家级权威专家也亲赴现场确认，6个大字确为天然形成。老一辈地质学家刘宝俊感叹道，虽然可以用沉积地质学理论去解释，但这样笔画分明、整整齐齐排成几个字的概率实在微乎其微，令人叹为观止。藏字石的发现顿时轰动全国，大自然竟然写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其内容还关乎当今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一时间，长布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变成了旅游热点，许多人慕名前来，就为亲眼见一见这块天书石。然而，一到现场，人们很快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所有官方导览牌和媒体报道都只提石头上有中国共产党5个字，对那关键的第6个亡字只字不提，仿佛那个字根本不存在似的。难道大家集体眼花了吗？明明肉眼清清楚楚可见亡字在列，但官方就是统统略过。这种滑稽的场景不禁让人想到安徒生童话《国王的新衣》，人人都看见国王其实赤身裸体，却没有人敢揭穿。藏字石的亡字也是如此，成了一个公开的禁忌。官方唯恐天下人提起它，生怕中国共产党亡这6个字传播开去，引发什么不妙的联想。游客们心照不宣地交换眼神。嘿，你也看到了吧？是啊，我也看到了那个不能说的字。一种诡异的沉默在峡谷间流动，越是遮掩，越显得此地无银300两。大家反倒更加好奇，为什么最后一个字不能说？莫非真像他字面意思那样，预示着中共政权难逃灭亡？再一深思，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专家已经证实，这块巨石约500年前才从山崖跌落并裂开，之后文字才显现。可党这个简体汉字是20世纪50年代
中共执政后才创造的简化字啊。500年前，中国还是明朝，古人从未用过简化字党。那么明朝时就裂开的石头，怎么会写着一个未来政权才会使用的字呢？这根本无法用常理解释。如果不是有人穿越时空刻上去，那就只剩一种可能：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仿佛上天早在几百年前就预见了共产党的兴衰，特意留下这块石头作为警示。想到这里，不禁让人背脊发凉。天要亡共，难道真的是天意难违吗？自从藏字石出名后，中共当局对它又爱又怕，一方面将其地质奇观的噱头用于旅游宣传，另一方面又对其中蕴含的政治不祥之兆严加封锁，最后干脆将景区名称从藏字石风景区改成了一个不起眼的掌布风景区，仿佛不再强调石头上的字就能让世人淡忘似的。更夸张的是，有游客透露，那块刻着王字的石缝周围如今安装了厚厚的防弹玻璃罩，人们无法近距离触摸，只能隔着玻璃远远观察。现场甚至还有公安警察24小时轮班值守，并树立音视频监控警示牌。监控视频常见，但监控音频都用上了，这可是头一回听说。难道连游客在石头前说话都要被偷录监听？很难不让人联想，官方到底在害怕什么？是怕有人对着石头高呼中国共产党亡吗？这等如临大敌的阵仗，反倒证明了中共自己心里有鬼，深恐这神秘的6个大字动摇人心。堂堂一个执政党，居然害怕一块石头，说出去都令人啼笑皆非。可往往就是这样，欲盖弥彰的举动越多，越让人确信这块藏字石绝非寻常石头，而是隐藏着大秘密。那么这块石头究竟隐藏了什么更大的天机呢？就在最近，终于有人声称发现了藏字石中被忽略的重要线索。今年以来，大陆民间有种强烈的山雨欲来的预感，中共政权大势已去，似乎随时可能垮台。一位常年关注时局变化的中国朋友，听闻种种迹象后，内心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紧迫感。他隐隐觉得中共即将走向终结历史的大戏就要演到那一幕了。这种预感促使他下决心亲自前往贵州，去看一眼那块传说中的藏字石，仿佛冥冥中有股力量在召唤他去揭示真相。这位朋友坦言，其实10年前他就知道藏字石的传说，只是一直未能成行。但现在不同以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推动着他，他觉得时机到了，于是他毅然买票上路，从千里之外辗转6小时高铁与汽车，来到平塘掌布河谷，亲眼朝圣这块石头。初到景区，他立刻感受到与网络图片截然不同的震撼。正如他所说，电脑屏幕上看过无数次照片，都比不上亲临其境那一刻的心灵震撼。你会感觉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是一个时代的证言。在场景的庄严与历史厚重感面前，他心中的预感更强烈了。也许这块石头正在等待着他预言中的时刻来临。然而，要将这股震撼分享给世人并不容易。由于石头裂缝处装了防弹玻璃，加上光线反射，普通相机很难拍出清晰的细节。再加上有警察盯着，很多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着王字拍照留念。但我们这位朋友有备而来，他特地带了一部2亿像素的高画质手机，相信能捕捉到肉眼所见的一切。他仔细观察现场情况，发现玻璃护栏和石头间有一道窄缝可供利用。于是他假装整理衣服，趁警察不注意，迅速将手机从缝隙中小心塞入玻璃内，单手操作对准石面，咔嚓猛按快门，连拍多张高解析度照片。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刻，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阳光角度适宜，警察恰巧走开，手机顺利拍摄，仿佛冥冥之中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心跳加速地收回手机，打开照片一看，顿时又惊又喜，画面极为清晰。那石头上的6个大字跃然可见，每一笔每一画都无比真实生动。中国共产党亡比现场肉眼看得还清楚，照片放大后甚至可以看到字迹是微微突出石面的，与石头本体不同颜色，正是地质专家所说的方解石活化石组成。更奇妙的是，
头4个字是繁体，第5个党字却是简体，第6个王又是繁体，且王字尤其大，尤其醒目，仿佛要吸引所有人的注意。繁简混杂，隶属筋骨，组成着经世预言，岂能用巧合2字打发？我们的朋友盯着照片，内心激荡难平。为什么独党字用了简体？是否意味着创造简化字的那个政权气数已尽？就在他细细端详时，一个更加令人瞠目的发现出现了。在那最后王字的右侧石面上，隐隐约约竟浮现出一串阿拉伯数字的痕迹，4个数字像是某个年份。他揉揉眼睛，再三确认照片，不错，那形似数字的痕迹确实存在，而且依稀可辨开头是20，也就是说很可能是一个20年的年份。可惜后2位数有点模糊，不是那么清晰。但我们这位朋友结合识文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反复比对推敲，最后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那串数字极可能是2029。2029年，听到这个推测，你是不是也倒吸一口凉气？如果石头上的中国共产党王是真实天成的，那么紧随其后浮现的2029，会不会就是上天给出中共灭亡的具体时间呢？这位朋友当时激动的自言自语，难道中共灭亡的时间都记载在这石头上了吗？他将照片发上网，引发轩然大波。有人激动留言：天啊，石破天惊，原来天意早已标注了中共的终点。也有人保持怀疑，会不会只是言文碰巧像数字，不要过度解读。还有人注意到一个细节，如果那串数字是2029，那表示从现在起4年内中共必亡。于是阴谋论者也跳出来，是不是有人故意造假照片带节奏？但很快有更多人加入分析，把官方之前公开的2015年高清影像拿出来对比，发现那串数字痕迹早就隐约可见，只是以前没多少人注意。如今最新的2亿像素照片一对比，更清楚了。这下连怀疑论者也哑口无言。毕竟那块石头现场有装防弹玻璃，有警察把守，伪造现场迹象几乎不可能。更何况这位朋友冒险拍摄，就是想取证传播，又怎会自砸信誉去造假呢？藏字石的神秘再次成为热议焦点。然而争论并未就此结束。正当大家为2029这个年份议论纷纷时，另外一些眼尖的网友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照片上后2位数字未必是29，也可能是27或者其他组合。有人表示看形状不太像9，倒有点像5或6，甚至还有人把照片局部轮廓描出来分析，认为2029太靠下，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而2026或者2027反而更对位。经过一番脑力激荡，有一派观点浮出水面，2026年极有可能才是石头上隐藏的灭共时间。持这种观点的人指出，中共统治自1949年算起，到2025年已是76载，若撑到2026年正好77年，接近77，这个中国传统上不吉利的数字。而且历史上很多专制王朝寿命都在70、80年左右，如秦朝15年，隋朝30多年，元朝90年不到，苏联共产党政权也维持了74年便宣告解体。中共能撑到今日，已经超过前朝不少。但俗话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往往看似稳固的巨人，其实脚下是沙丘，一夜崩塌就在转瞬之间。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指出，中共目前内忧外患，空前严重，经济下行，民怨沸腾，权斗激烈，国际围堵，多种危机交织，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引爆。若结合藏字石的天意，说不定真的就在2026年前后见分晓。毕竟我们刚刚也推理了，那串石文最后1位数很像6。有网友甚至半开玩笑地说，也许老天看中共太坏，不想多等到2029年，准备提前几年收网呢。当然，究竟石头上隐隐浮现的是2026、2027还是2029，现在谁也无法铁证如山地确认。但无论如何，这块沉默1年的石头仿佛正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灭亡的结局已经注定，而且时日无多。
如果说藏字石带给人的是上天的无声警示，那么在大洋彼岸，另一个预言则用洪亮的声音传递着相似的信息。这里要说的是一位美国牧师，名叫布兰登·比格斯，他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预言家，因曾准确预言美国前总统川普会遭遇刺杀未遂而声名大噪。比格斯自称在祈祷中领受到神的启示，对未来几年世界局势有许多惊人的预见。其中在2024年底至2025年初，他连续发布了关于中国和亚洲的意象，引起华人圈子的震撼。他激动地宣称，上帝向我显明，一场复兴即将降临亚洲。他看到神的力量将介入朝鲜和中国等地，那些集权统治者将无法阻挡这股来自天上的改变力量。他说，中共将无法阻止上帝的作为。比格斯在祷告中看见了东亚的景象，朝鲜将出现动荡，金正恩政权会被神圣的震慑所撼动，人们将获得解放，而更大的行动将在中国展开。上帝将在中国大地施行伟大的作为，共产党再也无法钳制神的力量，一场无法阻挡的复兴浪潮要来临。比格斯形容，那将是一场席卷亚洲的灵性风暴，神的荣耀如波浪般传遍整个东方，甚至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都会有人突然被神的力量击中，泪流满面地跪下祈祷。这些画面听来神奇，但比格斯坚定表示，这些都将发生，而且非常迅速，就像爆米花一样迅速地一个接一个爆开。他提醒信众们要做好准备，迎接末世前最后一次灵魂的大收割。乍听之下，这些是宗教语言，不见得直接点明政治变局。然而，细读比格斯的话，不难发现，他其实已经预言了中共和北韩这样的集权政权即将被上天撼动乃至终结。特别一句，中共无法阻止上帝的作为，意义十分明确，不管中共怎样封锁、镇压、控制人民，都挡不住神要带给中国的改变。这是否正与藏字石的天意不谋而合呢？一个来自东方大地的无字天书，一个来自西方世界的先知预警，居然共同指向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终点。虽然比格斯并未给出确切年份，但他多次强调2025年将是黑暗中的转折点，之后局势会剧烈变化。很多人据此推测，中共极可能撑不到2029年，甚至2027、2026年就会发生颠覆性的巨变。当然，预言毕竟是预言，但结合当前形势和其他种种神秘迹象，让人不得不对此心生敬畏。中共常自诩不可战胜，永远伟光正，却忘了天有不测风云，人算不如天算。比格斯的预言其实正是一种上天的警告，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神的计划。试想，当连上帝都要出手干预的时候，区区一个中共又算得了什么呢？说到这里，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更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早在1300多年前的盛唐时期，就出现过一部著名的预言奇书，被后世称为预言之王。它就是唐代袁天罡、李淳风合著的《推背图》。这本书以60幅图画和谣言隐语的形式，据传推演了大唐之后直到未来的朝代兴亡。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如唐朝武则天称帝、明朝朱元璋起义、清朝入关，乃至辛亥革命推翻皇帝、国共内战等，都被认为在推背图中找到了对应的象。虽然有些人质疑推背图的真实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古老预言在民间广为传颂，尤其近代以来，更被许多有心人拿来对照现实，发现惊人的吻合。既然我们前面提到藏字石和西方预言都指向中共覆亡，那么让我们也来看看推背图对当代中国的预示又是什么？会不会也早早暗示了共产党垮台的命运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相当具体。在推背图的60项中，据不少研究者解析，第46项极可能说的就是当今中国共产党统治行将终结、政局大变的场景，而第47项则紧接着描述共产党垮台后中国走向复兴新生的局面。至于最后的第60项，那更是描绘了历史终局的一幅大同盛世图。我们不妨依次来简述一二。首先看第46项，推背图第46项的图画，据说画着一位老者手持弓箭，
谣言有4句：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紧接着的宋语也耐人寻味，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箭，深入不毛。这些隐语字面意思是，天空中一片阴霾黑暗，但不动刀枪便有杀戮，千千万万百姓性命无忧，却有一个人难以逃生。有一个带兵器的军人自称是白头翁，在东边的城门里藏着一把金剑，直插入荒芜之地深处。这段话读起来像谜语，但结合现代局势来看，许多人都认为与中共末日有关。那阴霾漫天的不祥天象，或许暗指集权统治下乌云压城的中国。杀不用刀，则可能指不必经过战争，以某种非传统方式就让一个政权倒台，比如经济崩溃、内部政变、病毒瘟疫等。万人不死，一人难逃，更耐人寻味。如果没有大规模战事，百姓多数性命无虞，而一人难逃，明显指特定的某一个人将难逃劫难。这个一人是谁呢？一般解读为指最高权势者，也就是中共领袖本人。因为当一个庞大政权垮台时，普通党员和百姓并不会全部陪葬，但最高掌权者往往难逃被清算的下场。想想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利比亚的卡扎菲、伊拉克的萨达姆，还有苏联的戈巴契夫，这些独裁统治终结时，一人难逃的剧本总在重演。如果对应到中国，那当然最可能的就是习近平了。有人甚至直接把一人难逃指向习近平，在中共垮台过程中将遭遇的不测命运。至于宋约里出现的白头翁，更引起了各种猜想。有观点认为，这白头翁象征一位来自外部的年长强者，他手持利器，可能代表某种外力对中共的打击。有人联想到当今国际博弈中，美国等西方国家正扮演着制衡中共的角色，而在川普执政时期，他对中共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可谓不动刀兵，经济绞杀，也符合杀不用刀的意境。特朗普本人虽金发飞白，但年岁已高，且好用强硬手段，不少推背图爱好者干脆将他视作白头翁的最佳人选。还有人注意到宋语中的东边门里伏金箭，这一句意象更加生动。东边门或指东方国门之内隐伏着一把金剑，金剑让人联想到金姓之剑，难道与朝鲜或中共党内某个带金字的人物有关？或者它象征一种制敌的秘密武器？而深入不毛则仿佛描述这把金剑直刺进荒芜之地，让那里彻底崩溃荒废。种种解读众说纷纭，但万人不死，一人难逃，这句基本都直指集权首脑的覆灭。回想藏字时，中国共产党亡，特别是一个王字那么大又无法公开提，何尝不是在昭示同样的天机？习近平近年来集权称帝，修改宪法，打压异己，在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弹。如果推背图的预言成真，他最终恐怕逃不过为整个政权陪葬的命运。这就是一人难逃的深刻警示。可以说，第46象仿佛一面镜子，隐隐映照出今日中南海风雨飘摇、黑云压顶的末日景象。中共高层内斗清洗频繁，社会上怨声载道，而国际上制裁围堵，四面楚歌。有人说，习近平正一步步把自己推向死局。难道古人早已洞悉？读来不禁令人背脊发凉。接下来我们看看第47象。如果说46象预示了中共的终结，那么紧接而来的47象则像是打开了一扇新纪元的大门。这一象的谶语写道：言武修文，紫微星明，匹夫有责，一言为君。宋曰更是意境非凡，吴王吴地定乾坤，来自田间第一人。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这段引语的大意是：停止武斗，提倡文治，紫微星耀眼，每个普普通通的人都担起责任，一句话就能决定君主。没有王也没有帝，天下依然安定。将有一位来自田野乡间的第一人出现，他平时爱读古书，一旦说出大义之言，就展现出英明领袖的风范。这是不是很令人向往的图景？对照现实，许多人认为
第47项讲的是共产党垮台后，中国进入一个没有皇帝、没有独裁者的新时代。注意，吴王无帝定乾坤，这句清楚表明了没有王侯帝皇一样可以安定天下，这正符合现代民主共和的理想。领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是来自平民百姓，可能是在乱世中脱颖而出的民间英雄，也可能象征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局面。想象一下，一个没有独裁者的中国，人民各尽其责，人人参与公共事务，这岂不正是民主社会的写照？而一言为君，更可以理解为民意所向，众望所归。谁能说出代表正义良知的一句话，谁就能得到人民拥戴，成为领袖。这也许暗示未来中国的领导人将是因其道德声望和正义主张而赢得民心的人。他也许出身草根，饱读诗书，有传统文化素养，当国家需要时，他挺身而出，发表经世箴言，展现出英明领导的风采，引领中国走向新的繁荣大同。这幅美好的蓝图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极权现实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回想今日中国，王帝不就是习近平自比的称号吗？他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被民间讥讽为当皇帝。可预言告诉我们，无王无帝反而能定乾坤，这是不是对现实的一种讽刺和颠覆？当年蒋介石在大陆失败撤退台湾时，民间就曾有歌谣传民主宪政得人心，蒋家王朝不得行。如今推背图描绘的未来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专制独裁的王朝迟早完结，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种全新的政治文明。在那里，统治者不再把自己当主子，而人民也不再做顺民，而是每个人都有主人翁责任感，共同决定国家命运。这不正是古人向往的大同世界的一部分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紫微星明往往被解读为紫微圣人出现，不少传统预言都提到中国乱世之后会有圣人出，匡扶社稷，造福苍生。有人将其与儒家所谓真命天子或宗教中的救世主概念相连。推背图这里提到紫微星光芒四射，或许正代表着民主降临，带领中国走出共产暴政的阴霾。当然，具体是谁，我们无从知晓，可能是中国内部出现的仁人志士，也可能是某种新的政治形态使然。但无王无帝四字已经清晰说明，共产党那一套红色帝王将寿终正寝，未来中国再也不会有皇帝式的人物了，取而代之的是符合天道民意的新秩序。这岂非中国之福，百姓之福？讲到这里，我们不妨再回头看看本文一开始的那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中共亡，天下无主。中共要是完蛋了，那中国岂不群龙无首，大乱无治吗？很多受中共宣传影响的人，可能心里都有这样的疑问与恐惧。但推背图第47项早已给出答案：天下无主，照样定乾坤。没有了共产党，老百姓反而可以真正当家做主，中华民族反而会迎来浴火重生。其实，中共自己也曾打出口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现实是，有了共产党，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深渊，而等到没了共产党，中国或许才能重获新生。这并非一派空谈，当年的苏联解体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70多年前，没了苏共，俄罗斯和东欧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反而一个个迎来了新生转型的机会。中国未来走向民主法治，自然也会出现新型的治理者和社会秩序，不需要一个共产党来充当主人。所谓天下无主，并非指天下无人管，而是没有人在高居主人翁自居，人民才是主人。这或许正是预言中匹夫有责，一言为君的深意所在。试想，一个没有集权暴政的中国，百姓可以自由发声，自由选择自己的领袖，那将是多么翻天覆地的改变。对比今日，是否仿佛黑夜看到了黎明的晨光？而推背图第60项更是把这黎明后的图景描绘到了极致。最后，我们简述一下第60项，也就是推背图的中篇预言。古代批注者金圣叹曾说，第60项乃大同之象。尧谶的内容记载是一阴一阳，无终无始，终者自终，始者自始。宋曰更是充满祥和意境，
茫茫天地不知所止，日月并行若出其理。还有人人自怜，人人自爱，太平日久，长久太平之类的描述。这些文句可以理解为阴阳调和，循环无端，生生不息。原本结束的自然结束，新的开始的自然开始。在茫茫天地间，人类社会达到一个无比和谐稳定的境界，仿佛天地运转都无比顺畅，日月星辰都仿佛从人心中升起，人人自我廉洁，自我敬爱，那是真正太平长久的大同世界。金圣叹感叹说，人生若能处于此世，该是何等快哉！可惜啊，推背图到此就终止，天机道尽。现代很多解读者认为，第60项描绘的正是最终摆脱邪恶和战乱后，人类所迎来的天下大同局面。在那时，世界将不再有大的纷争，人类进入长久和平。对应到中国，也意味着中华民族经历磨难终于复兴，并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共建繁荣。其实，大同世界本是中国古老的理想，《礼记·礼运篇》中早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盛世描述。讽刺的是，中共也曾打着共产主义天堂的旗号，声称要建设所谓人间大同，结果实际做的却是斗争仇恨，天下大乱。在他手上，中国哪里有半分大同盛世的影子？倒是推背图告诉我们，真正的大同世界要等到共产党灭亡后，人心归正，道德回升，天下才可能人人自爱，太平日久。可以想见，那将是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世界，也是没有集权压迫、信仰、自由、人性光辉普照的新纪元。看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与上天的安排是何等深远。无论藏字石、推背图，还是远在西方的预言家，他们从不同角度勾勒出一个共同的结局：红墙倒塌，紫气东来，九州换新天，四海庆太平。当然，在黎明到来前，或许仍有黑暗与阵痛，但历史的车轮早已在默默转动，谁也无法逆转。中共的倒行逆施不会没有代价，他挥霍完最后一丝民心后，迎接他的只会是垮台的命运。这一点已越来越清晰。正如那块神奇的藏字石所昭示的，上天已经把答案镌刻在大地上。中国共产党亡，此言一出，山河为证，谁能抵挡？总而言之，我们纵观这一系列离奇而又契合的预言，从贵州古时的六字天书，到唐朝推背图的隐秘讽喻，再到当代艺人的神事警言，无不在指向同一个时间节点，同一个惊人结局，那就是中共政权行将覆灭。至于是2029年、2027年，还是也许更早的2026年，时间自会给出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共不可能长久苟延，改朝换代之事终将发生，且可能比很多人预想的还要快。当那一刻来临时，也许会出现短暂的震荡和迷茫，但正如预言所鼓舞的，我们应该对未来怀抱信心，因为那将是终结黑暗的开始。中国和全世界都将迎来没有共产集权的新篇章。或许很多在中共统治下长大的人，一时间难以想象没有党的日子该怎么过。其实，只要翻开历史就会明白，任何朝代政权不过都是过客，唯有人民与文明长存。当暴风雨过后，留下的将是更加清新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就像推背图最终所描绘的那样，人类将重回正常的秩序与道德轨道，迎接大同世界的到来。这不是痴人说梦，而是前人早早写下的剧本。而我们恰恰生逢这场历史巨变的前夜，见证着一切征兆在眼前应验。信不信由你，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中共的末日列车正疾驰而来。当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将见证那些预言是如何成为现实。现在是时候拭目以待了，准备好迎接一个没有中共的新时代吧。黑夜即将结束，黎明就在前方。中共何时会倒台？习近平如果下台，是否意味着共产党终结？毕竟，没有一个政权能永远稳如泰山。历史上再强大的朝代也有兴衰时。那么，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超过70年的红色朝代，未来究竟会走向何方呢？
首先，我们不妨把目光拉回过去，看看中共政权曾经历的几次生死存亡关头，因为了解过去如何渡劫，才能推测未来如何演变。1949年中共建政后，可谓一路颠簸，从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到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任何一次剧烈折腾都可能让国家陷入崩溃。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中共硬是撑了过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历过饿殍遍野，也体验过全民政治狂热，但政权本人却如打不死的小强，幸存于一次次危机之中。这是怎么做到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时信息封闭，人民再苦也找不到替代力量。更关键的是，党的统治机器足够强硬，哪怕民生多困难，只要枪杆子稳握手中，政权就不会立即垮台。毛时代末期，国家虽然千疮百孔，但中共仍维持着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真正第一次逼近中共崩溃边缘的时刻，出现在毛去世之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这位掌舵中国近30年的红色皇帝走了，国家仿佛进入群龙无首的危险期。毛临终前没留下明确的接班人，反而由妻子江青领衔的四人帮跃跃欲试，企图延续极左路线。当时中国经过文革已是民不聊生，如果四人帮接班，继续那套折腾，全国很可能陷入更大混乱，中共政权说不定就崩盘了。然而现实再次反转，就在毛死后不足1个月，党内元老们联手发动宫廷政变，一举逮捕了江青等四人帮成员。这场闪电行动如同给濒临失控的红船稳住了舵。随后，务实派的邓小平崛起，结束了极左年代，带领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共成功地在悬崖边拉回了一条腿，既保住了执政地位，又通过政策转向避免了国家继续内耗。1976年的权力更迭是中共生死存亡的一次大考，结果他以一次神转折过关，靠抓四人帮祭天，党保住了自己。度过文革劫难后，中共于80年代进入所谓改革开放黄金期，经济上引入市场机制，让人民松口气，政治上则依旧坚持一党专政，绝不松手。这种松经济、紧政治的路线，一时让国家活力大增，也让共产党统治看似稳固。然而，人在安定之余就会思变，经济发展带来新观念，一些知识分子和学生开始讨论民主和自由。这股思潮终于在1989年汇聚成为震惊世界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上百万群众走上街头，高喊反腐败和政治改革，连北京的年轻人都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要求改变。中共执政40年来，从未面对如此严峻的群众挑战，一时间风雨飘摇，仿佛大厦将倾。当时国际上许多人断言，苏联东欧的变革风暴已经吹到中国，中共恐怕难逃下台命运。然而历史再次出现惊人逆转。6月初，执政集团下令军队进城清场，硬是以武力血腥镇压了抗议人群。那一夜，枪声坦克声震动了世界，也震碎了无数人的梦。数千名爱国学生的鲜血换来的是中共政权的续命，残酷却事实。这场6·4事件成了中共的一次续命符。经此一役，党内强硬派彻底掌控大局。他们汲取的教训是，绝不允许政治松动，哪怕付出流血代价，在大难临头时挥刀斩乱麻，让世界看到中共骨子里的冷酷一面。6·4之后，中共表面上度过了危机，但其合法性和国际形象遭受重创。如何重新稳住人心，恢复统治基础？邓小平选择了一条看似矛盾的自救之路，政治上强硬不改，经济上更加大胆开放。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抛出著名论断：发展才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换言之，只要人民能挣钱，日子红火些，他们或许就无暇再谈民主了。这招相当奏效。90年代起，中国经济一路腾飞， GDP 年年2位数增长，沿海城市高楼拔地而起，全民沉浸在发财致富的热情中，钱包鼓起来了，政治话题冷下去了。许多老百姓回想89风波，难免百感交集。虽然政治改革梦碎，但换来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生活改善了，似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就这样，
中共以经济红利成功换取了统治红利。西方有专家称这种模式为威权体制的经济合法性，说的就是中共在90年代靠经济成绩重新巩固了执政基础。甚至有人戏称，中共并非被人民选票选择，而是被人民钞票豢养，只要能让大多数人过上比昨天更好的日子，他们就默许你继续统治。然而，历史不会永远风平浪静。1991年，苏联解体的巨变始终像阴影般挥之不去地刺激着中共神经。苏共一度是与中共并称的老大哥执政党，存在了70多年，却在几个月内轰然倒下。这个例子让邓小平到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们时时警惕，千万不能重蹈苏联覆辙。所以在90年代经济搞活的同时，中共也绝不放松意识形态教育和舆论控制。他们一面大肆宣传中国崩溃论是西方的痴心妄想，嘲笑那些预言中国要垮台的观点，另一面又内部下达文件，要求全党研究苏联解体的教训，以防亡党之患。习近平后来多次在内部讲，苏联那么大的党说没就没了，竟然党内连个男儿站出来抵抗都没有，言下之意就是要以苏共为鉴，引以为耻。中共可绝不能一夜崩盘。事实上，中国崩溃论早自90年代起就在国际上流行，许多西方学者、预言家轮番上阵，断言中共政权行将就木，只差临门一脚。最著名的莫过于美籍华人作家张家敦，他在2001年出版《中国即将崩溃》一书，预测中共会在2011年前后垮台。然而时间证明，中共不仅没倒，还顺利办了2008年奥运，2010年 GDP 跃居世界第2，一副蒸蒸日上的模样，把这些崩溃预言家狠狠打脸。中国网民们调侃说，中国崩溃论崩溃了，甚至戏称张先生是乌鸦嘴，专门来搞笑的。对此，中共官方更是得意洋洋，逢机会就宣传自己成功粉碎了西方唱衰势力。然而，嘲笑归嘲笑，那些预言中国崩溃的论者真的全无道理吗？或许不是，只不过中共再度展现了其弹性生存的本领，该开放时开放，该强硬时强硬，总能在危机前转危为安，让外界一次次看走眼。有人将中共比喻为九命怪猫，每当别人以为他死定了，他却奇迹般多出一条命继续蹦跶。时间来到2012年，中共迎来了新的领航者习近平。起初外界对习寄予各种猜测，有人以为他会延续胡锦涛那种低调集体领导风格，也有人期待他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进行政治改革。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习近平上台后迅速走出一条与前任截然不同的路。他发动反腐败运动，大批高官如撂麻雀般落马，党政军各个系统人心惶惶。当时老百姓拍手称快，终于有人整治腐败了。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发现习反腐的同时，自己的权力也急剧膨胀。他扫除了政敌，架空了总理，打破了常委分权的规则，让决策大权重新回到一尊手里。习近平不仅成为党政军大权独揽的最高领袖，还通过修宪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自己长期执政铺平道路。这可是自毛泽东以来从未有过的壮举。邓小平当年为防独裁专制卷土重来，特意建立了任期制，没想到被习轻易推翻。自此，中共最高权力结构发生40年来最大的倒退，从集体领导回到了个人独裁的模式。许多观察家惊呼，习近平等于重走毛路，这会不会反而增大中共政权未来垮台的风险？因为历史上高度个人集权的体制往往脆弱，一荣俱荣，一损即损，领袖一旦出事，整个系统就可能崩盘。习本人显然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更加如履薄冰，不断强调维护核心，对党忠诚。然而他越是集中权力，中共内部权力平衡越被打破，潜伏的危机和矛盾也许正在积蓄力量。在习近平的新时代里，中共表面上更加强大自信，但实际上内忧外患有增无减。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看这艘红色巨轮出现的裂痕。第一道裂痕，经济奇迹放缓，民生压力骤增。曾经让中共扬眉吐气的高速经济增长，近年明显失去动力。GDP 增速从2位数跌至个位数，甚至在2022、
2023年一度陷入接近零增长的困境，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巨头恒大、碧桂园相继暴雷，一堆烂尾楼让无数中产家庭积蓄付诸东流，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有的省市财政紧张到连公务员工资都延迟或打折发放，引发体制内人心动荡。最触目惊心的是青年失业潮。2023年中国城镇青年失业率官方公布超过 20%， 创下新高。后来官方干脆停止公布此数据，可谓此地无银300两。上千万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被戏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有些年轻人对未来感到无望，开始选择躺平，也就是甘于最低消费、最低工资，拒绝拼命卷入社会竞争。还有不少人研究所谓润学、取润、出国谐音，梦想着移民海外寻找出路。一时间，躺平、润这类网络热词盛行，反映的正是一种对现状的失望与对中共执政前景的不信任。经济不景气也直接冲击民生，老百姓手头紧，消费疲软，企业利润下滑，又引发裁员恶性循环。可以说，以往支撑中共稳定的经济支柱，如今正在动摇。当钱包缩水时，人们难免重新审视政权的表现。过去那套经济换自由的隐形契约，你让我生活变好，我就不问政权正当性，正在失效。这对中共而言是极大的潜在危机。第二道裂痕，高压统治虽维持稳定，却激起更大反弹。习近平上任后，在内政上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和全面控制，可谓无孔不入。从严控言论网络到大搞个人崇拜，从在党内要求2个维护，到在全民开展爱党爱国再教育，一套组合拳下去，全社会又闻到了些文革遗风。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少数民族和边疆的控制。新疆地区推行严酷的所谓再教育营政策，数十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被关进集中营接受洗脑改造，引发国际谴责。香港原本自由开放，在经历2019年反送中大示威后，北京直接祭出港区国安法，将异议一网打尽，硬生生把香港变成另一座内地城市。这些强硬措施的确在短期内杜绝了麻烦，新疆没有恐怖袭击了，香港街头也没有抗议者了。但长远看，这种高压手段带来的后果是民怨暗潮涌动。新疆和香港表面平静，内心离德，各地民众看在眼里，也更加噤若寒蝉。然而，民怨并不会永远沉默，只是缺乏引爆契机而已。2022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白纸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中国各城市因为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早已民怨累积，一起意外火灾成了导火索。在新疆乌鲁木齐，一栋居民楼因封控门窗导致救援不及，造成多名居民罹难。消息传开，引发全国共鸣，各地年轻人自发举起白纸走上街头，抗议过度防疫对自由的侵犯。更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在北京、上海等地，竟有人大胆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这是自1989年以来，中国民众首次公开要求最高领导人下台。虽然参与人数不算多，但在高度集权体制下出现如此场景，可谓天方夜谭般的奇景。白纸革命最终在严寒的冬夜中被警察驱散，许多抗议者受到秋后算账。然而，它带来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结果：习近平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被迫放弃了清零政策。短短数日内，当局态度180度大转弯，全面解封，从严防死守变成躺平放开，仿佛过去3年的防疫苦难只是一场梦。这一突然转向让许多人措手不及，也引发了医疗挤兑和染疫死亡高峰。但不管后果如何，事实是，中共政权少有的向群众情绪低头了一回。多年来头一遭，官方政策明显是被民间反弹给倒逼改变了。白纸革命像是一道细细的裂缝，让我们窥见了铁板一块的集权体制下，也潜藏着民心思变的强大能量。第3道裂痕，党内暗流涌动，权力斗争渐露凶相。表面上看，习近平在中共20大成功连任总书记，权倾朝野，习家军人马掌控要害部门，仿佛再无人可撼动他的地位。然而，权力集中到极致，往往伴随着极度的不安全感。
近年来，中南海内部频频传出异常动向，多名高官的突然失势与离奇事件耐人寻味。2023年年中，外交部长秦刚离奇失踪，先是宣称因健康原因缺席国际会议，随后再无露面，最后官方宣布将他免职。一位国家级高官就此在人间蒸发，内情至今诸多传闻。紧接着，曾经深受民众喜爱的前总理李克强在10月被曝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68岁。李克强之死同样疑点重重，他刚卸任总理不久，身体一向硬朗，突然暴毙令人唏嘘，但官方没做任何深入调查便草草火化，许多人怀疑其中是否另有文章。更惊人的是，国防部长李尚福8月公开露面后也悄然消失，后来证实已被免去职务。再加上之前的前防长魏凤和、火箭军司令等一众将领接连出事，短短数月内，中共军方高层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清洗。有媒体统计，自习近平执政以来，已有超过120位副部级以上高官非正常下台，或被查处，或神秘死亡，或下落不明。这其中还包括多名手握重兵的将军。一时间，政坛诸侯人人自危，宫廷传闻四起。到底是习在先发制人铲除异己，还是党内斗争白热化导致你死我活？无论真相如何，至少说明中共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反而可能暗藏分裂与反对势力。习近平看似权倾天下，实则背后如坐针毡，担心敌人在暗处伺机而动。有传言指出，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强调防范政变和警惕军中两面人，甚至在地方考察时也要求学习过去枫桥经验，鼓励群众互相检举监督。种种迹象显示，他对身边所有人都不信任，仿佛陷入极度孤家寡人的境地。还有小道消息称，就连习的母亲齐心都曾劝他适可而止，考虑主动退休以保平安。当然，这类传闻无法证实，但他们的流传本身说明了权力斗争已成坊间话题。要知道，在毛邓时代，民间哪敢妄议最高领导人生死，如今连习下台与否都成了茶余饭后谈资，足见其统治权威其实并不稳如表面。中共内斗传统由来已久，只是以往高层有邓小平那样的太上皇从中斡旋，总能维持权力平衡。现在习近平把持朝政10余年，党内既无制衡力量，也缺乏接班人选。一旦他身体抱恙或威信下降，各派势力很可能为保自身利益而撕破脸。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集权政体开始高层内斗时，往往就是走向崩溃的前兆。苏联解体前也出现过几次政变未遂，虽然现在看中共高层还在维持表面团结，但种种迹象让人不得不怀疑，权力火山口已经在冒烟。如果哪天火山真正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第4道裂痕，精英阶层用脚投票，对政权前景信心不足。中共执政多年，积累了庞大的权贵阶层，他们享尽特权富贵，也被视为政权最坚实的支柱。然而，俗话说，其兴也荣，其亡也速。这些荣华富贵的既得利益者，其实往往是最敏感的风向标。近年来，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趋势是，不少中共权贵和富豪都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大量高官家属早已移民海外，拥有外国护照或绿卡，红二代、富二代们成群出现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豪宅区。他们一边口里高唱爱国主义，一边却把妻小财产转移出国，被网民戏称为爱国爱党，子女在外，强国强军，资产在外。这些动作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明显，就连体制内最清楚内幕的人都未必看好中共长期执政的前景，至少不愿意把自己子孙的未来完全压在中国。毕竟真到了天下大乱之时，金钱和护照就是他们逃出升天的保险绳。更有趣的是，有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投胎离开中国的权贵子弟数以万计。所谓投胎，就是干脆在海外生育子女，拿到外国国籍。试想，中共天天宣传要对抗西方，但自家高官却迫不及待让孩子成为西方人，这不是对自己国家未来没信心是什么？普通百姓或许不清楚这些内情，但稍微接触权贵圈的人都知道内幕，也因此对中共的未来多了一丝警惕心理。如果真有风吹草动，
这些年富力强的权贵恐怕跑得比谁都快，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留给广大老百姓收拾。精英阶层的出走无疑会进一步削弱中共的统治韧性。试想，当年的蒋氏政权在大陆崩溃，很大原因就是许多官僚将领早已心生去意，消极应付，自己留好退路，导致政府军队战斗力骤降。一旦有类似情况发生在中共体制内，其崩溃速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综合上述，我们看到中共现今的处境：经济下行，民怨暗涌，体制高压引反作用力，党内斗争潜滋暗长，精英信心日渐流失。这些因素单拎出一个都颇具杀伤力，更何况它们还在同时发生，相互交织。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多危机缠身，中共什么时候会倒台？会以何种方式倒台？习近平下台是不是那致命一击？这些问题就像烫手的山芋，很难有确切答案。但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几种可能剧本，用轻松的脑洞一探未来。请各位发挥想象，以下场景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算我预测准确。来，让我们进入脑补模式。剧本 A： 经济崩盘引发民变，政权不战自垮。在这个路线中，经济问题终于积重难返。某个年份金融危机突然爆发，房地产全面崩溃，银行挤兑四起，股市债市雪崩，大批企业倒闭，失业人潮汹涌而至。政府试图印钞救市，却适得其反，引发恶性通胀，民众手中积蓄化为废纸。城市里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因财富蒸发而走上街头抗议，农村农民因收成销路断绝也揭竿而起，全国各地骚乱此起彼伏。当局调动武警和解放军四处救火，但此时基层政权早已财政破产，官员失去统领能力，不少底层警察和士兵自己也是受害者，干脆袖手旁观甚至倒戈。于是局面逐渐失控，中央对地方失去指挥，各省市各自为政，某些改革派干部临危受命，与民众代表协商，建立临时权力机构。在一片混乱中，中共中央发表最后一道号召稳定的讲话，却无人响应。最终，中共不得不宣布放弃政权，由临时联合政府接管国家，一代洪朝就此垮台。而这一过程几乎没有经历明显的权力斗争，纯粹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经济。这种结局有点像1989年东欧剧变时的罗马尼亚等国，只不过中国规模更大，混乱期也许更长。但整体而言，剧本 A 属于百姓造反导致的政权崩溃。剧本 B： 内部政变夺权，党内改旗易帜。这一路线中，真正终结中共现政权的不是人民，而是党内的另一股势力。假设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习近平的政策引发党内极大不满，例如对外挑衅导致国际制裁深重，或对内瞎折腾激起精英恐慌，一群党政军高层暗中结盟，决定先发制人，把习拉下马。他们可能利用习外出视察之机，调动亲信部队包围中南海，控制中央电视台和通信中枢，在全国发布公告，宣称重大人事变动。类似当年华国锋抓四人帮或苏联819事件那样的场景重现北京，习近平本人被软禁或者病逝的消息传出，新领导人走上前台安抚民心。这批接管权力的党内救火队很可能迅速宣布一系列纠错措施，批判习时期的极左路线，平反冤假错案，适度开放舆论，改善与西方关系，刺激经济复苏等等。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切割习的负面影响，保党救国。由于此次变局是高层主导，社会秩序尚能维持，大多数老百姓甚至感到如释重负，仿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春风又要吹来。一时间，没有了习核心的共产党看似重新焕发活力，逃过一劫。但是剧本 B 仅仅代表中共换人不换制度，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垮台，顶多算政权更迭。类似1976年毛死后华国锋执政几年，党还是那个党，只是政策路线调整。然而这种逼宫换帅能否挽救中共是个大问号。正如苏联的戈巴契夫，他本想通过改革保存共产党，结果却反而加速了解体。如果未来中共内部出现中国版戈巴契夫，试图以较温和方式转型，那么党的统治可能会因失去高压而迅速土崩瓦解。
毕竟积压多年的社会问题，一旦放松管制，可能像洪水般倾泻。所以，剧本 B 的结局还可以细分。也许中共通过内部调整续命多年，也许改革失控走向民主选举，党失去执政地位。无论如何，习近平个人的下台在此场景中并非党的终结，而更像是政权自我调试的一步棋。剧本 C， 意外事件引爆革命，政权轰然倒下，这是最戏剧性也最难预料的一种。历史往往被一些看似不起眼的黑天鹅事件改写，比如一场大型天灾、特大地震、洪水，处理不当引发民怨沸腾，或者一起官民冲突演变成全国性骚乱，又或者中国在对外冲突中失利，例如武统台湾战争受挫，军心民心骤变。在这种情境下，中共政权可能在极短时间内丧失权威，各地群雄并起。最经典的比喻莫过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点火星就可能点燃干柴。一位突发事件的烈士可能成为全国抗争的号召象征，一支临时组织的地方武装可能攻占几座城市。当年清朝末年，四川保路运动的一次镇压，激起武昌起义的炮火，没几个月，满清皇帝就被赶下龙庭。革命来临时往往出乎意料，又迅雷不及掩耳。如果这一幕发生，中共高层可能措手不及，根本无法有效调度镇压，或者军队内部就已四分五裂。而习近平作为最高领袖，在这种大变局中，要么迅速被革命者逮捕处理，要么远走他国寻求庇护。假如来得及的话，政权垮台后，中国进入混乱期，各路势力博弈新的国家方向。这种剧本 C 下，习近平的下台与共产党终结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两者紧紧绑定。可以说，习本人就是最后一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他的倒台标志着党的灭亡。这对一些反共人士来说，或许是最爽快的大结局，但对中国老百姓而言却充满风险，因为巨变往往伴随社会动荡，甚至流血。就像100多年前清朝垮台进入军阀混战，30多年前苏联解体经济崩溃，集权瓦解的瞬间，很多压抑的矛盾反而会突然爆发，给人民生活带来阵痛。当然，长远看，只有经过这阵痛，社会才可能重建秩序。剧本 C 不一定是好是坏，但绝对是戏剧性最强，历史书上读来最震撼人心的一幕。以上3种脑补剧本，究竟哪一种更接近未来？也许三者的元素会混合登场，经济困局加速党内分裂，民间抗议助攻政变成功，或者高层政变未遂引发民变。现实走向往往比虚构更复杂。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中共政权目前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节点，仿佛站在新旧时代的分岔路口，一边是想极力维持旧体制，一边是内外交困推着它改变，不进则退，不变则亡。习近平作为掌舵人，其选择和命运势必与共产党生死严密相扣。很多人问，习近平下台是不是中共的终结？这要看他下台的方式和时机。如果他是寿终正寝，事地功成身退，比如仿效邓小平在权力顶峰主动交班，那中共很可能安然换代，新领导继续执政，党照样运转。只是这种可能性极低，因为习并未表现出主动退位的意愿。如果他是被政变逼宫下台，那党或许暂时保留下来，但内伤难免需要面对后遗症，内斗撕裂、威信重建等。而如果他是因革命起义下台，那多半就是共产党整体垮台之时。正所谓城头变换大王旗，换的就不只是领导，而是整个制度了。现实中，更多人押注的是第二种，也就是党内在某个关头弃车保帅，抛弃习以续命。在这个剧本里，习近平很可能充当了替罪羊角色，他下台时甚至可能被自己一手提拔的同志指责为路线错误、独裁专断，导致亡党边缘。到头来，他可能背负千古罪名，而中共巧妙切割责任后苟延残喘。历史上，组织为求生往往不惜牺牲个人，哪怕那个人曾是最高领袖。毛泽东去世后，党很快把文革的账推给四人帮，自己抽身。戈巴契夫辞职后，苏共虽然垮台，但俄共很快改头换面，卷土重来，成为新的政党。所以习近平个人的下场和中共命运不一定同步。
正如坊间一句戏言，没有习近平的共产党未必活不下去，但没有共产党的习近平必然活不下去。习深知这点，所以才死也要维护党核心，因为党没了，他就彻底失去靠山，而党若是丢车保帅把他踢开，说不定还能多撑一会儿。这也是为什么他至今紧抓大权不放，甚至宁可得罪更多人，也要清洗潜在对手。对他而言，下台就等于失去人身安全，严重时甚至性命不保。在一个残酷的权斗环境中，退位从来不是一条光明生路，因此习近平大概率会继续掌权，直到出现他无力控制的变数。这个变数可能是自然的，例如健康问题，也可能是政治的形势逼迫。不过他的存在确实让中共的未来更加扑朔迷离。有人说他是中共最后的守灵人，也有人说他反而加速了中共的灭亡进程。历史最终会如何评价，且让后人去揭晓吧。聊完现实的种种可能，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更神秘莫测的领域——预言与天意。毕竟中国历史讲究个天命，多少王朝兴衰都被附会种种传说预兆。那么，有没有古老的箴言预示着中共的命运呢？答案可能出乎意料。民间确实流传着许多关于共产党垮台时间的预言，而且不少都指向同一个时间窗口，这可就有意思了，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们且来盘点几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其一，被誉为东方诺查丹马斯的明朝预言家刘伯温，在多篇碑文和谶语中似乎提到了洪朝的末日。其中一篇旧节碑文早年就成功预言了2003年的 SARS 和2019年的新冠瘟疫。碑文里的晦涩诗句被附会为这两场疫情，神乎其技。而碑文最后提到，若得过了大劫年，才算世间不老仙。观过天翻龙蛇年，这里的龙蛇年解读为农历辰年和巳年，也就是公历2024年，龙与2025年，蛇仿佛是在说，必须熬过这2年的大劫，世界才能重获新生。如果结合当下局势，许多人认为这大劫指的正是疫情及其后续影响。新冠瘟疫重创了中国经济和民生，而2025年前后可能就是劫难高潮，也是终结之时。一旦挺过去，就会迎来太平。那刘伯温暗示的似乎是中共可能倒在2025年前后，之后中国人才有新生活。听起来毛骨悚然吧？更神奇的是，刘伯温的另一著名预言《推碑图》中也有类似线索，其中一句难过寅卯辰4年，若要闯过这几年，就是活神仙。这寅卯辰4年指的正是2022年至2025年，换言之，2026年将揭开新纪元。如果中共能熬过2025，那真是成精了；熬不过，那就在此终结。其二，来自唐朝高僧黄檗禅师的一首预言诗，里头一句刚到金蛇运矣中，也被解读为点明中共国运到头的年份。金蛇即辛巳年或乙巳年等等，有人直接对号入座为2025乙巳年。农历60甲子中，2025对应乙巳，正是蛇年。意思是说，到了蛇年，共产党的气数就尽了。这与刘伯温的不谋而合，让信者更深信不疑。其三，更离奇的还发生在现代贵州平塘县的藏字石。2002年，在贵州一处山谷中，一块2亿7千万年前的巨石从悬崖上崩落裂开。当地一位村支书在清理现场时惊讶地发现，石头断面上竟然天然形成6个大字，仔细一看，赫然是中国共产党亡。这6个字笔画工整，大小均匀，如同人工雕刻，但经地质专家鉴定，毫无人为痕迹，属于纯天然的奇观，概率可为亿万分之一。消息传出后，当地政府反而把这块石头封起来作为景区招牌，宣传称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几个字，他们刻意略去最后的王字。官方媒体也报道了此救星时的发现，但只字不提那第6个字。有趣的是，老百姓私下早把石头真实字迹传得沸沸扬扬，许多人视其为上天示警，连大自然都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亡。这难道不是天灭中共的预兆吗？更巧合的是，据说最早发现此时的村支书名字就叫王国富，谐音王国富，似乎都带着某种宿命色彩。藏字石的存在至今是个谜，
但他的字迹是实实在在刻在那里，任人解读。如今这块石头被罩在玻璃橱下，供游客观赏，想必每一个站在玻璃前读懂那行字的人，心里都会冒出相同的念头：难道共产党气数将尽？到底会是什么时候呢？除了上述这些，中外还有其他各类寓言，包括什么推背图、烧饼歌、印度少年寓言、中东寓言等等，版本杂陈，但许多都不约而同指向本世纪20年代中期是个关键节点。有些人甚至连西方占星术都搬出来，说中共从1949年建政开始算，77年国运，7是西方圣数，那么77年后是2026年，上下误差不超过1年，也就是2025或2026，听得人不寒而栗，仿佛是早已命中注定的结局。当然，而预言毕竟是预言，真真假假不足全信。那些年头早就有人笃信中共活不过70年，结果见证70余年了，他还在。也有人说过100年魔怪舞翩翩，一指中共100年必亡，结果至今仍健在。所以预言终究只是茶余谈资，不能据此下定论。可有趣的是，中共自己其实特别害怕这些天议论。习近平常讲马克思主义唯物观，嗤之以鼻，一切预言迷信，但他内心未必不介意。近年来一些高层动作仿佛就在为传说中的末日做准备，比如强化对军队的控制，更频繁谈及安全危机，重提居安思危等等。或许正如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算终究不如天算。如果中国真有天命一说，那中共是否将如历朝一样走向兴亡轮回，谁也无法改写。千百年前的先贤若真有洞见天机，那我们这一代人恐怕真的会亲眼见证某个改朝换代的历史时刻。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发现了，不管从现实角度分析，还是从玄学角度推演，都指向一个相似的结论：中共政权并非坚不可摧，其结局或早或晚终将到来。在21世纪的今天，再长寿的专制也很难超过100年寿命。中国共产党自建党至今已经104年，执政也有76年。无论比年头还是遭遇，中共都已走到一个历史高位，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站在2025年这个时间点，展望未来10年，将是决定中国走向的关键。习近平作为当代帝王，他的抉择和命运势必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如果他继续现在的路线，硬碰硬扛下所有矛盾，也许某个临界点到来时，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将红色政权炸得4分5裂。如果他奇迹般的改变方针，或退让权力，那中共也许能在调整中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但从目前迹象看，他不会轻易妥协，更不可能主动下野。那么，中共倒台可能更接近于突然巨变的模式。无论如何，中共和习近平都不会永远统治下去，这几乎是历史常识。我们这一代有很大机会见证到那一天。最后，我们不妨做个脑洞大开的想象：当将来某天新闻上突然传来北京发生重大变故，中国共产党宣布结束执政的消息时，你会是什么心情？是欢呼雀跃，还是忐忑不安？这个政权的终结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是灾难的开端，还是希望的新生？这恐怕比中共哪天倒台本身更值得我们深思。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一个政权不管自诩多么伟大、光荣、正确，终究敌不过时代潮流和自身缺陷。秦皇汉武、盛唐大宋，莫不如此，红朝也不可能例外。习近平下台未必是共产党立刻垮台的临界点，但共产党垮台时，习近平肯定早已下台。也许将来回头看，习时代正是中共由盛转衰的分水岭。究竟结局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可以肯定的是，很多预言和猜测终将在未来10年内得到验证。到那时，不论结果令谁惊喜谁失落，我们都将见证历史的巨变。好啦，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刚才的探讨充满了猜想和八卦色彩，但历史有时就是在无数八卦中酝酿成真。相信未来总有揭幕的那一天。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让我们静观这场红色剧目的走向。无论中共何时倒台，愿那一天中国人民能够平安度过转型的巨浪，迎来更美好的新篇章。至于习近平
和他的党到底能演到哪一幕谢幕？让时间告诉我们答案吧。中共政权倒台，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毕竟，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超过70年，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看似坚不可摧。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政权是永恒的。假如有那么一天，中共这座庞然大物轰然垮塌，我们不禁要问，台湾会面临怎样的处境？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当中共这台庞大机器忽然熄火，台湾会不会反而被飞溅的齿轮砸到脚趾，还是会从此脚踩云端？这个问题可不只是茶余饭后的幻想，而是牵动两岸未来命运的重大议题。我们接下来就要一步步拆解中共倒台后可能出现的局面，以及台湾可能要面对的各种影响。首先，我们需要勾勒出中共倒台的可能情境。中共政权虽然表面强大，但内部并非没有隐患，经济衰退、权力斗争、民众起义，甚至对外战事失利，都可能成为压垮这头红色巨兽的最后一根稻草。例如，中国经济近年增速放缓，失业率攀升，若出现金融危机或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全面经济崩溃，中共的统治基础将受到严重动摇。再比如，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一直存在，一场内部政变也许就在暗流中酝酿，甚至不排除某种人民起义的可能。当压抑许久的不满情绪如火山爆发，14亿人民的怒火将不是维稳警察所能轻易扑灭的。历史上，不少庞大政权的垮台往往发生在意想不到的时刻。苏联在1991年顷刻瓦解，满清帝国在1911年说倒就倒。中共也深知这点，他们常引用苏联解体的教训，告诫党员绝不能走苏共的老路。然而，绝不这两个字往往蕴含着心有惧怕的投射。如果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青年遍地，地方债务炸弹接连引爆，中共高层再怎么念紧箍咒，也难保体制不出现裂痕。一种可能的剧本是，经济崩盘引发社会动荡，银行挤兑，股汇双杀，民众发现手中的票子变成废纸，愤而走上街头要求变革。这时候，军队会站在哪一边？若有部分解放军将领决定与其攻台，不如先攻北京，发动军事政变接管政权，中共的统治将走向终结。也可能是政治内斗导致高层分裂，权力真空下各派系各自为政，一时间北京政权瘫痪，各省市自求多福。当然，也存在一种相对和平的剧本，假如中共内部改革派掌权，选择启动政治改革，让执政党退出历史舞台，为中国开启民主转型的大门。这种听上去美好的结局，现实中要实现并不容易，但并非全无可能。无论是哪种情境，中共的倒台多半不会是风平浪静的。这个庞大的政治机器一旦停转，从权力高层到基层社会都将陷入巨大的震荡和不确定。接下来，我们将看看这场剧变对中国内部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波及台湾的连锁反应。中共的垮台对中国国内无疑将引发一场巨大的震荡。首先是政权更迭的问题，谁来填补中南海权力真空？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可能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原本由共产党掌控的中央政府瓦解后，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立即出现，各地区可能各自为政，一些野心勃勃的地方军头或高级将领可能会割据一方，形成类似100年前军阀混战的局面。毕竟，在历史上，当中央权威崩溃时，中国曾多次出现割据混乱的时代，社会层面也将剧烈动荡。中共长期维稳高压下，被压抑的各种矛盾可能会如脱缰野马般爆发，民众上街抗议、报复腐败官员，甚至私设武装保护自己社区的情形都可能上演，治安可能明显恶化，群盗四起，普通人的生命财产将面临威胁。此外，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立运动可能乘机兴起，比如西藏、新疆等长期有分离倾向的地区可能宣布自治或独立。如果中央无力统一，各民族、各省区各行其事，中国的版图可能出现分裂的态势，经济方面更是灾难性的打击。政权崩溃会立即动摇市场信心，国际资本迅速撤离，
人民币汇率狂跌，银行挤兑此起彼伏，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几乎可以预见会崩盘，企业停工停产，大量工人失业，物资供应链中断，城市可能出现抢购潮，甚至食品短缺。最坏的情境下，一些地区可能爆发饥荒，如果地方政府财政破产，公务员、军警可能拿不到薪水，进而缺乏维持秩序的动力。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会形成恶性循环，使国家陷入全面的危机。不过，也有可能在混乱中出现一个新的中央权威，例如解放军内部或许有爱国的高层将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组成临时军政府以恢复秩序，或者中共内的改革派与民间领袖合作，组建一个过渡政府来引导国家走向民主选举。这样的明军出现或政治协商虽然理想，但实现难度极高，因为在权力真空时，各方势力往往各怀鬼胎，难以合作。可以预见的是，中共倒台后的中国，短期内将经历剧烈的阵痛期，从城市到农村，每个角落都可能陷入混乱与不安，人们的日常生活将被颠覆，取款可能取不出钱，网络和电力供应可能不稳，外出要担心治安和安全。中国这台庞大的社会机器会一度停摆，需要时间重建。未来是走向联邦制下的重新统一，还是长期分裂成若干个政权，亦或最终浴火重生成为民主共和，这些都充满变数。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共倒台的那段时间里，中国内部必定如同风暴中的大海，波涛汹涌，难有宁日。中共政权垮台后，两岸关系将步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首先，一个关键问题是，失去了中共这个对手，台湾的政治定位将何去何从？曾几何时，台湾、中华民国曾以光复大陆为号召，梦想有朝一日重返中国大陆执政。然而经过数十年的演变，如今台湾社会上已几乎没有认真想要统一中国的声音。相反地，更多台湾人思考的是，台湾能否趁此机会堂堂正正成为一个正常的独立国家。如果中共倒台，短期内北京当局陷入混乱，无力顾及台湾，那么台湾确实可能迎来一个外交上的黄金窗口。以往许多国家不敢正式承认台湾就是忌惮中共的打压，一旦中共不在，台湾可以在国际上更大胆地推动正名和独立。例如，台湾可能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寻求成为正式会员国，而美日等主要国家也许会趁机推进与台湾建立更正式的外交关系。毕竟，阻碍他们承认台湾的最大因素，中共反对已经不复存在。在内部，台湾也可能启动朝向法理独立的进程，例如修改国号、制定新宪法等，来明确台湾主权独立的地位。然而，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我们不能忽视中国方面可能出现的新动向。中共倒台并不等于中国人不再主张一个中国，即使没有共产党，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不论是民主政府还是其他政权，仍可能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特别是假如中国实现民主化，新的民选政府可能希望以和平方式完成国家统一，他们也许会对台湾提出新的统一方案，比如建立一个松散的邦联或一国两府的架构，以争取台湾民心。对某些中国人而言，台湾回归仍是民族情感上的一块拼图，即便手段从武力威胁转为和平感召，统一目标未必会放弃。台湾内部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不同声音。一方面，台湾主流民意倾向维持事实上的独立，不愿被中国统一，即便对方变成了民主政权。毕竟，台湾早已发展出独特的民主社会和认同，自成一国。另一方面，也可能有少部分统派人士认为机会难得，主张与民主后的中国展开统一谈判，实现大一统的民族梦想。但这种主张能获得的支持恐怕相当有限。多数台湾人更关心的是自身的安全和民主制度能否持续，而不是去接管14亿人口的包袱。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中国大陆陷入分裂或群雄割据的局面，台湾的地位将更加特殊。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台湾将成为亚太地区少数的稳定政权和经济体。此时，国际社会可能更愿意承认和支持台湾的独立地位，以确保区域稳定。台湾甚至可能以救援者的身份
向中国部分地区提供人道援助或协助重建，进一步凸显台湾作为独立政体的价值。总而言之，中共的垮台为两岸关系开启了种种可能性。台湾是否能趁机正名制宪，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还是面临中国新政府要求统一的压力，取决于未来局势的发展。或许最理想的结局是，两岸人民都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互不隶属、和平共处的新关系。无论如何，台湾在这场巨变中要保持冷静与智慧，既要抓住历史机遇，也要提防新的风险，才能为自己的未来掌握主动权。中共倒台后，台湾的军事安全局势可能出现矛盾的发展。一方面，直接的武力威胁将大幅下降，失去了共产党的指挥，中国解放军势必陷入内部混乱或各自为政，短期内已无力对台发动大规模侵略。台湾多年来最担心的武统噩梦将因敌方权力中枢的崩解而暂时解除。此外，过去中共密集的军机、军舰扰台行动也可能骤然减少，台湾周边海空域的紧张态势可望缓解。可以说，在中共政权垮台的当下，台湾反而迎来一段相对不必担心打仗的喘息期。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中国大陆政权真空时期，一些不可测的军事风险依然存在。首先，要提防困兽之斗的情况。假如中共在崩溃前夕，内部强硬派试图以对外开战来转移视线，不排除铤而走险对台动武的可能。这种临终挣扎式的攻击或许规模不大，却仍可能对台湾造成伤害。其次，在中国陷入内乱时，也要警惕局部势力对台湾的不理性行为，比如某些割据一方的军阀为了树立威信，可能采取挑衅台湾的举动，例如炮击外岛等，以营造对外作战的姿态。再者，中国的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安全也是隐患。如果中国中央失控，国际社会将高度关注中国核武库的动向，台湾也需提高警觉，预防极端情况下出现核子事故或核武落入危险人物之手。除了直接的军事威胁之外，台湾的安全环境还包括难民潮和跨境犯罪等次生问题。若中国出现严重动乱或饥荒，大量难民可能试图逃往周边，包括乘船涌向台湾海峡。对此，台湾需要准备海上拦截和人道救援的计划，以应对可能的难民潮。同时，中国社会秩序若崩解，跨境的走私、诈骗集团、黑帮势力可能趁乱滋生，对台湾的治安造成影响。因此，台湾在保持军事戒备的同时，也要加强海巡、警方等单位的合作，全面防范各种安全挑战。总体而言，中共倒台短期内让台湾免除了被全面武力侵犯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台湾的国防部门仍需继续保持戒备，密切监视中国大陆局势变化。好消息是，在共军无暇顾及外部之际，台湾有机会检讨自己的防务策略，将资源更多投入防御性国防和民防建设，而非被迫投入反制中共攻击的大量预算。坏消息则是，一个混乱且缺乏管控的中国依然可能对周边构成不可预测的威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台湾仍需与美国、日本等盟友紧密合作，维持威慑力，确保即使没有中共这个对手，台海依旧处于可控和平的状态。中共的倒台不仅改变两岸互动，也将重塑台湾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失去中共这个强力阻挠者后，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有望大幅扩大。一来，许多过去顾忌北京而不敢与台湾深化往来的国家，可能变得更加大方。各国不必再担心触怒北京的后果，可能愿意提升与台湾的外交层级，甚至考虑恢复正式邦交。例如，日本、澳洲、欧洲一些国家或许会重新评估他们的一中政策，给予台湾更多实质外交礼遇。台湾长期申请而不得的国际组织会员资格，如联合国、WHO 等，在中共失势后也有了突破的契机。二来，台湾对美日等盟友的依赖度也可能因此出现变化。一方面，在中共威胁消失或减弱后，美国对台军事保护的紧迫性降低，台湾或许能以更自主的姿态与各国来往，不再处处仰赖美国撑腰。台湾可以在国际上更积极发声，而不必担心美中角力对自己的掣肘。另一方面，
短期内台湾对美日的合作需求仍然很高。毕竟，中共垮台初期的混乱局面中，美日作为台湾最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将在维持区域秩序和协助台湾稳定经济上扮演关键角色。可以想见，台湾仍会希望美军持续在印太地区保持存在，以防范中国局势外溢的不测风险。同时在经贸上也仰赖美日市场来填补中国崩溃带来的缺口。外交方面，台湾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解禁，没有中共的打压，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多边会议的障碍将大幅减少。许多国际场合里，台湾终于能以自身名义，而非中华台北等奇怪称号，光明正大的出席，甚至不排除某些国家发起让台湾重新取得联合国代表权的讨论。当然，这要取决于中国大陆新政权的态度。如果新的中国政府决定尊重台湾的意愿，放弃对台湾主权声索，那么台湾的国际地位将水到渠成地全面提升。反之，若新政权依然坚持一中原则，那么台湾的外交空间虽然比中共执政时宽松，仍可能受到一定牵制。总的来说，中共倒台为台湾开启了一扇通往国际的新门户，台湾有机会摆脱长期的外交孤境，成为国际社会中受尊重的成员。但台湾也需谨慎拿捏自主性与盟友依赖的平衡，既要善用美日等友邦的协助，更要努力提高自身实力，才能在新局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共倒台将对台湾经济带来复杂的影响，既有潜在利多，也伴随风险挑战。首先，短期冲击不可避免。中国大陆长期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市场，中共政权崩溃势必导致两岸经贸关系一度中断，台商在中国的工厂可能因动乱停工，产品无法运出，供应链也将受到严重干扰，两岸贸易额可能出现大幅下滑，许多对陆出口的台湾企业将面临订单缩水、货款回收困难的困境。台湾经济短期内可能因中国经济崩盘而遭受连带伤害，出口、投资、股市都可能明显下滑。然而，在度过阵痛后，台湾经济也有机会迎来转机。随着中国政局动荡，许多国际资金和厂商可能寻找替代方案。台湾作为稳定且具有高科技产业优势的地区，有望承接部分原本流向中国的投资和订单。台湾的厂商也可趁机将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更长远看，如果中国未来成功转型为民主、法治的经济体，则台湾与新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可望建立在更公平、透明的基础上。届时，台商重返大陆投资将少了政治风险，双方渴望形成更健康的竞合关系。当然，我们也要注意风险面。中国经济崩盘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台湾无法独善其身。若全球陷入经济衰退，台湾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也将受到波及。另外，中国政局不稳期间，一些黑市交易或非法走私可能增加，台湾需严防经济犯罪趁乱滋生。总而言之，中共倒台对台湾经济短期是阵痛，长期则取决于台湾如何调试布局，善用契机。只要台湾政府和企业及时应变，分散风险，提升竞争力，台湾经济有望在震荡中找到新生的契机。对一般台湾民众而言，中共倒台所引发的生活变化可能是渐进且间接的，但长远影响深远。最明显的好处是战争阴影的消散。当中国不再由好战的共产政权掌权，台湾人无需每日担心导弹袭击或战争爆发，社会整体的心理压力将大幅减轻，政府也可将更多资源从国防转向民生建设，强化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没有随时可能开战的恐惧后，年轻世代可以更安心地规划未来，企业也更愿意在台湾本土投资，整体社会有望更祥和安定。然而，变局带来的新挑战也不容忽视。中国大陆局势动荡期间，台湾社会可能要适应一些连带冲击，例如，中国经济问题可能影响部分台湾企业的经营，短期失业率可能上升，政府需加强对弱势族群的照顾，以维持社会稳定。另外，若出现中国难民涌入，台湾社会需面对跨文化融合与治安管理等难题，考验民众的包容力和政府的应对能力。再者，少了外部威胁这面镜子，台湾内部原有的统独争议、蓝绿对立等政治矛盾
可能更加凸显。社会需要时间消化新的政治现实，并寻求新的共识。长期而言，只要台湾能平稳度过转型期，人民的生活有望比过去更美好。没有随时引爆的战争危机，大家可以把心力放在经济、教育、环境等实质议题上，民主政治也能在较少外部干扰下成熟发展。国际上，台湾人将享有更高的尊严与便利，出国不必再受限于奇怪的名义，在海外更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来自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展望未来，一个没有中共威胁的环境，将让台湾社会更有信心和余裕去追求进步与幸福。中共倒台对台湾而言是一场兼具机遇与挑战的大考验。短期内，台湾或许会经历风雨飘摇的巨变期，但只要政府与人民同心协力，灵活应变，长远来看，台湾完全有条件走向更加光明稳定的未来。面对历史巨变，我们需要以谨慎乐观的态度迎接挑战，为台湾开创新的篇章。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年轻人中最近流行的一个又好笑又心酸的现象——假装上班。听名字就很魔幻，什么叫假装上班呢？想象一下，每天早上有一群年轻人西装革履，背上电脑包，跟真正的上班族一样挤地铁进办公楼。可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工作单位，他们只是在演自己上班。没错，他们花钱租一个办公室座位，每天朝九晚五坐在那里，好像在工作一样。这听起来像个网络段子，但最近在中国，这却真真实实的发生了，而且还诞生出一种新兴服务业——假装上班有限公司。事情是这样的，网络上曾出现一个火爆的帖子，介绍一种奇特的创业点子，有公司专门提供场地给失业人士，让你交30块钱就可以去那里上班。这个上班当然是假的，没有任何实际业务，你不用打卡，不用干活，甚至可以拒绝老板安排的任务，把上班摸鱼发挥到极致。为了让这30块花得物有所值，大部分这类假装上班公司还号称包一顿午饭，2荤1素，因此又被网友戏称为沉浸式上班主题餐厅或者成人小饭桌。更离谱的是，有的公司宣传说，如果员工对老板不满意，还可以随时拍桌子骂老板，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平时工作中不敢想的爽文情节，在这里都能体验到。听到这儿，你可能会笑出声，花钱租个地方假装自己在上班，这不是天底下最大的自欺欺人吗？然而，荒诞的背后往往映射着现实。这个假装上班的段子之所以能在网络上点击量过亿，引发无数共鸣，正是因为它戳中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痛点：就业难，失业羞耻。对于许多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假装上班并不是一个好笑的笑话，而是一种不得已的体面活法。与其整天待在家里被父母念叨，被左邻右舍投来异样的眼光，不如每天跟往常一样出门，佯装自己有事可做。有人把这些年轻人的日常总结成一套假装上班指南：早上去图书馆占个位，自习室免费但座位难抢，或者去咖啡馆坐一天，虽然要花一杯咖啡的钱；逛商场找休息区坐着，时间长了可能会被保安请走。这些稀奇古怪的上班地点成了失业青年躲避闲言碎语的避风港。说到底，年轻人不是真喜欢假装忙碌，而是不敢面对失业在家的标签，只能用看似正常的日常来安慰自己，也安慰父母。假装上班火了的同时，网络上还流行着另一个辛辣的自嘲称号——烂尾娃。这个词乍一听有点可爱，其实背后含义让人苦笑不得。烂尾原本指烂尾楼，盖到一半因为资金或开发商跑路而停工的楼盘，在中国遍地都是半拉子工程，而娃指的就是孩子，年轻一代。烂尾娃说白了，就是形容那些从小被寄予厚望、精心培养，但长大后人生却突然停摆的年轻人。很多中国父母打小就对孩子倾注心血，希望他们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将来出人头地。这些年来流行鸡娃，父母像打了鸡血一样卷娃，从补习班到才艺班一样不落，把孩子当成项目来经营。然而如今不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辛苦培养了20年的工程没能有个漂亮的成果，好好的凤凰没飞起来，反而变成无人问津的烂尾楼。于是孩子自嘲自己是烂尾娃，
父母也感叹辛苦打造的娃工程最终烂尾收场。烂尾娃一词听着戏谑，但每个说出口的人心里大概都是五味杂陈。其实，现如今中国年轻人的这种无奈和挫败感，这几年在网络流行语中屡屡有所体现。从前2年的躺平，到去年的摆烂，再到今年的烂尾娃，每个词背后都是一段辛酸史。躺平是年轻人面对内卷和压力，选择放弃拼搏，躺下来不干了；摆烂则干脆破罐子破摔，得过且过。而烂尾娃更形象地把自己比作那些半途而废的楼盘，感觉人生被按下暂停键，前路茫茫。还有人把当代年轻人的处境比作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读了书，穿着长衫，但最终混得连饭都吃不饱，还放不下读书人的清高。这些调侃背后，其实是整个社会一段时间以来就业寒冬的真实写照。那么，中国年轻人的失业问题究竟有多严重，逼得大家想出假装上班和烂尾娃这样的词来自嘲呢？我们来看看一些数字。官方的青年失业率16到24岁城镇人口在2023年连续攀升，一度突破了 20% 的历史新高。这意味着每5个城市青年里就有1个找不到工作，这还是官方统计的结果。更悲剧的是，到了2023年盛夏，官方干脆暂停公布这项数据了，因为数字尴尬的一路飙升，引发舆论震动。当时网上有人苦笑，不公布数据，难道失业问题就不存在了吗？后来，官方宣布要调整统计方法，再发布时就采用了新的算法，把在校学生排除在失业人口之外。这样一来，2024年公布的青年失业率降到了 15% 到 17% 左右。听起来好像好了不少，但明眼人都清楚，这并不代表年轻人真的都找到工作了，而是统计口径不同了。很多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又不再继续求学的人，其实被归类为不在劳动力市场，等于从数字上消失了。然而他们真实的处境并没有消失，依然是没工作，靠家里接济或者吃老本。有经济学者对此算了一笔账，如果把那些毕业后既不读书也没工作的1600万年轻人也算进失业人口，那么中国青年实际失业比例可能接近1半。这个推算有争议，但它揭示了一个事实：官方数字低估了现实的严重性。许多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索性不去注册，为失业或干脆躲在家里，成为统计上的隐形失业者。他们可能考研2战，准备公务员考试，或者干脆先休息一段时间，不主动登记就业情况。在数字上，这些人不算失业，但对千千万万中国家庭来说，这就是活生生的待业青年，是每天在客厅沙发上叹气的儿女。除了统计口径的问题，我们还得看到庞大的基数。中国每年毕业的高校学生数量屡创新高，2023年有超过1150万大学毕业生，2024年更是接近1200万。这么多人同时涌入就业市场，就算经济高速增长，也难免僧多粥少。而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新产业新岗位增长跟不上毕业生人数，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很多用人单位能不招新人就不招了，宁愿提高老员工的效率，或者干脆削减业务。在岗位减少的情况下，经验更丰富的求职者往往占优势，刚出校门的毕业生就更难和社会人士竞争。有些岗位干脆要求35岁以下有3年经验，应届生连面试资格都拿不到，只能捶胸顿足。更令人无奈的是，行业结构的变化也导致了就业机会的减少。过去10多年里，互联网、高科技企业高速扩张，吸纳了大批年轻人才，但最近2年，大厂裁员的新闻屡见不鲜，一些知名科技公司业务收缩，校招名额大砍，让无数学计算机的码农毕业即失业。金融行业也在缩紧过冬，不少银行和券商减少招聘，甚至降薪。再看看教育培训行业，曾经容纳了无数毕业生当老师、顾问，可自从双减政策落地后，大批教培机构倒闭，相关从业者一夜之间丢了饭碗。房地产业更不用说，楼市低迷下，许多开发商暴雷，不仅建筑工地上的就业机会没了，房产销售、策划这些白领岗位也大量消失。传统的吸纳就业大户遭遇寒潮，而新的增长点一时又顶不上来，这让青年就业雪上加霜。
还有一个因素是地域和观念的错配。一方面，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基层岗位其实缺人，但愿意去那里的年轻人不多。另一方面，大城市里人才扎堆，竞争白热化。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提出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寻找机会。这听起来有点像当年上山下乡的翻版。其实近年来确实有许多项目，比如招募大学生村官、西部计划志愿者，让年轻人在基层锻炼。但坦白说，让一个寒窗苦读考上大学的城市青年毕业后回乡镇当个村干部或者下田种地，绝大部分人心里是很难接受的。父母也会觉得，这不就白读大学了吗？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在这里非常尖锐。国家希望青年放下身段去吃苦，而青年渴望在大城市实现梦想，不愿轻易折返。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年轻人的心理状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更加务实，有人降低期望去应聘基层岗位，有人参加技能培训转行技术工，有人干脆投身送外卖、快递等灵活就业，先赚点钱糊口。但另一方面，很多人内心仍有不甘和迷茫，感觉自己被时代辜负了。曾经父母和老师鼓励的一句话是，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找个好工作。可现实却像开了个玩笑，读完书却发现好工作并没有等在前方。一时间，网上充斥着年轻人的自嘲与感慨，学历只是张纸，工作才是本事。小时候信了读书改变命运的邪，如今成了笑话。这种情绪蔓延开来，不仅是个人的困惑，更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当然，我们的年轻人也并非坐以待毙，在幽默和自嘲中，他们也在努力寻找出路。比如，有的人选择考研考公，延缓就业时间，给自己多一点机会；有的人索性自己创业或者搞副业，用互联网卖货、做自媒体，当自由职业者，走一条不一样的路。还有人选择全职儿女这种新模式，暂时留在父母身边，做家务、照顾老人，以换取生活费，一边减轻求职的焦虑，一边等待经济环境好转。所谓全职儿女，也是近年诞生的网络热词，说白了，就是一种经过包装的啃老。不过相对于伸手要钱，这些年轻人至少在家承担了一些责任，心理上会好受一点。而父母呢，有时候宁可让孩子暂时在家缓冲，也不愿看他们出去受苦受挫。毕竟独生子女的一代，父母把全部希望都寄在孩子身上，看到孩子失意，父母心里也不好受。面对青年失业潮，社会各界其实都在想办法。政府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稳就业举措，比如减税降费鼓励企业招人，扩大研究生和公务员名额来暂时消化一部分毕业生，还搞起直播带货培训、新职业技能培训等等，希望年轻人去尝试数字行业或技能岗位。但这些措施短期效果有限，杯水车薪。企业则希望经济环境改善再扩招，可眼下内需不足，外贸受阻，很多公司自身难保，更谈不上担当就业蓄水池了。至于家庭，有条件的就继续供养孩子，深造或者待业，没有条件的只能催促孩子降低期望，赶紧就业。于是我们看到有高学历青年为了生计去送外卖，硕士毕业当保安的新闻上了热搜，引起大众一片唏嘘。有时候甚至出现学历贬值的声音，读了那么多书，还不如学门手艺。这些议论又进一步加剧了年轻人的焦虑，难道自己的努力真的白费了吗？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假装上班和烂尾娃，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名词会流行。它们折射出当代中国青年在追求体面和现实挫折之间的巨大张力。一方面，大家都还努力保持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愿认输，所以哪怕失业在家，也要每天穿上正装出门，给自己营造一种我还是社会正常一员的假象，维持最后的体面和尊严。另一方面，年轻人也用调侃的方式揭露真相，我们的光鲜只是表面，其实内里早已千疮百孔，就像那停工的高楼，只剩下空荡荡的钢筋水泥框架。幽默是自我保护，苦中作乐是假装坚强，可现实问题终究需要现实来解决。中国的青年失业问题不是孤立的，它和经济周期、产业结构、教育制度、
人口政策等方方面面都有关联。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时间消化阵痛，而这一代年轻人不幸正处在这个阵痛期。有人把他们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的毕业生，也有人担心会出现啃老族越来越多的局面。长远来看，如果这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长期闲置，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是巨大的浪费和隐患。青年人是社会最有活力的群体，如果他们的才华和干劲无处施展，久而久之可能真的会消磨掉对未来的信心。我们不希望看到那样的失落的一代。幸运的是，中国人历来有韧性，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在民间，很多普通人也在帮助失业的年轻人，比如有热心网友整理求职攻略，面试经验免费分享，还有人发起互助小组，大家一起打卡学习、健身，避免陷入颓废。在企业界，也开始有公司降低一些岗位门槛，愿意给应届生更多机会培养。有的地方政府推出见习岗位，给补贴让青年去单位边学边干，累积经验。所有这些努力，也许不能立刻让数据好看起来，但至少在传递一个信息：你们并不孤独，社会没有放弃你们。最后，让我们回到故事开头的那个画面。每天早晨挤地铁的年轻人里，也许有人是为了假装上班，他们脸上挂着和别人一样的匆忙神色，其实心里可能满是苦涩。但我想，当他们选择踏出家门的那一刻，就已经在和困难做斗争了。哪怕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从假装上班的荒诞到烂尾娃的辛酸，这些都是时代留给年轻人的考验。然而人生的故事不会永远烂尾下去，就像停工的楼盘还有复工的一天，寒冬过后也终将迎来春天。希望那些假装上班的身影，终有一天可以不用再假装，而是自信地走向真正属于自己的岗位。希望每一个如今被称作烂尾娃的年轻人，都有机会续写自己未完待续的精彩人生篇章。奋斗的形式也许会变，但一代人的梦想不会灭。社会各方若能合力破题，让经济焕发新的生机，让教育与就业更加衔接，让年轻人重拾信心，我们有理由相信，烂尾的这一代终究能站起来，搭建出属于他们的稳稳人生。今天的故事有点沉重，但我们用轻松的笔调聊了聊背后的深刻问题。如果你身边也有在假装上班的朋友，不妨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支持。如果你自己正处在迷茫期，也别放弃。希望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时代的大船偶尔遇到风浪，但年轻人终究是乘风破浪的后浪。让我们期待当下这些戏谑的流行语，若干年后回头再看，只是特殊时期的注脚，而不是青春的全部定义。掌声也好，泪水也罢，生活还在继续。我们下次再见。